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用陈醋把黄芪泡一泡，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。老一辈的土方法不得不让人佩服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但是知道的人不多，快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黄芪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？没错，它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。它含有黄芪多糖、黄芪皂苷、黄芪色素苷以及黄芪氨基酸和黄芪醇等成分。通常有许多朋友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，也或者是拿来熬粥等等。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种黄芪的新鲜用法，这种方法很多人之前并不知晓，那么快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一大把黄芪放入碗中，因为在用之前我们需要加入一点食盐，然后用水把黄芪冲洗。因为黄芪表面也有很多的灰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水给它抓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。但是记住，这里一定要用凉水，如果用热水或者温水，有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一部分，并且清洗黄芪的时候时间不宜过久，大约洗上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洗好之后，用漏勺把黄芪过滤出来，然后再用水冲一冲，这样我们的黄芪就清洗干净了。并且洗干净黄芪过后，我们先给它抖一抖，用手扒拉一下，把上面的多余水分给它过滤掉。如果时间充裕，也可以放在太阳下晾晒。然后再准备几颗红枣，像这种红枣个头较大，准备3颗，较小的可以准备4到5颗。洗红枣也有技巧，可以撒上一点面粉，因为面粉它的吸附作用非常的强，而红枣表面凹凸不平，非常的容易藏纳灰尘，直接用水来洗是洗不干净的。所以洗红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撒上一点面粉哦，直到将每一颗红枣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就可以了。如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。然后往碗中加入水，用水将红枣表面的面粉给洗掉。与此同时，红枣表面的灰尘会随着面粉的清洗而掉落下来，然后用水冲一冲，这样就得到了非常干净的3颗红枣了。红枣洗干净过后，放入一个碗中，因为红枣个头较大，我们可以用剪刀给它剪成红枣块，这样才能将红枣表面的营养成分彻底的释放出来。如果整颗红枣咱们不给它剪开，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就会浪费掉不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一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直到每一颗红枣都剪好之后，然后把过滤掉水分的黄芪和红枣倒在一个碗当中。黄芪和红枣这2种食材都准备好了以后，咱们再找出家里面的老陈醋。陈醋它不仅仅是调料品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如果家中没有陈醋的，咱们也可以用香醋来代替。但是个人建议使用陈醋，它不仅酸味更加的纯，而且效果也会更好哦。然后只需要将陈醋慢慢的倒入碗中，
直到陈醋把里面的红枣以及黄芪全部淹没为止。最后再用筷子搅一搅，把漂浮在陈醋表面的红枣和黄芪均匀的融合在陈醋当中。搅拌好以后，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之类的给它包裹起来，让它们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浸泡，这样可以防止陈醋、黄芪和红枣当中的营养流失。泡上2到3天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泡好的陈醋、黄芪端出来，揭开保鲜膜，瞬间一股浓浓的醋味和红枣黄芪味扑鼻而来。可以看见，经过2、3天的浸泡，红枣以及黄芪当中也已经变成了棕色，说明它们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。而这样泡出来的黄芪要怎样使用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咱们只需要陈醋一勺，然后放入杯中，再加入一点黄芪和陈醋，最后我们用水来冲泡。这里我们建议使用60度左右的温开水即可。然后用勺子均匀的搅拌搅拌就可以喝了。当然，老陈醋它味道特别酸，如果你是属于怕酸的一类，在冲泡的过程当中，咱们也可以加入一勺白糖或者蜂蜜之类的来中和一下酸味儿。这样一杯陈醋黄芪水就泡好了。朋友们，不要看制作方法和里面的材料都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里面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这样喝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哦。看到这里，有多少朋友知道了这一杯陈醋黄芪红枣水的作用呢？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并不知道这一杯水它的作用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，上面有详细的讲解。如果你平时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，那么不妨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